上下求索，恕我衷肠不回望。似美人兮兮若相，似美人兮月苍凉。我又想沧海来被人伤，故人不及徒留一抹香。似美人兮兮自香，似美人心梦芬芳。世人皆醉平生碎苍凉，鸿飞与我就天人高翔。姐姐，你还冷吗？姐姐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冰啊？我帮你暖暖吧。请，谢谢你。姐姐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开门啊！快开门！什么事啊？莫愁娘娘身体不适，我要带她去见医官。你还真以为她现在还是娘娘呢？我告诉你们，凡是入了冷宫的，那生死就听天由命了。见医官，那宫里那么多人，是谁想见医官就能见的。要是娘娘真的有了什么闪失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那可怪不得我们，老规矩了。吵什么呢？迎娘娘，怎么回事啊？开门。喂，迎娘娘，姐姐，你身体不适，就先别起来了。想必是受了风寒，天气这么冷，你还盖这么薄的被子。我没事，要不然怎么能叫这里冷宫呢？芸娘，主人送些被子过来，还有，去医官那儿拿些药过来。知道了，公主。
屈原参见大君。屈爱卿这个时候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有什么事，但说无妨。大君，您和左徒大人还是先商量正事吧。下妾先行告退。也好。说吧。彼臣是为了伐秦之事而来。哦，大君可曾听说秦国要攻打巴蜀？攻打巴蜀？正是。如今之计，屈原恳请大君即刻下令，派兵保护巴蜀。现在5国君王正率军赶往郢都，伐秦之事迫在眉睫，这个时候分兵，怕是不妥吧？大君，巴蜀是我楚国的附庸国，向来是我楚国保护。若是这个时候派兵援救，必定会牵动我楚国兵力，于伐秦不利。大君，一旦秦国攻占了巴蜀，那就等于马上要进入我楚国的腹地，到时候郢都与西南通道断绝，我楚国等于是被拦腰割斩，后患无穷啊！若是合纵各国知道我楚国调兵入巴蜀，必定会指责布谷，于伐秦之事未尽全力。你让布谷这脸往哪放啊？大君，山河破碎与颜面，孰轻孰重？此事让布谷再想想。大君，秦军日行100里，我楚国晚一天出兵，就少一点胜算，战机贻误不得呀！你先下去。大君，明日再议。屈原告退。大君，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。屈原说的不无道理。若是秦国攻占了巴蜀，那就等于是在我楚国的腰上插了一刀。唉，布谷又何尝不想救巴蜀？但孰轻孰重，还需斟酌而后行。大君近日连日操劳，难得今日空闲，不如大君再饮几杯，下妾为大君跳舞助兴。似美人兮，也有浮云为我寄。奈何鸿飞不解意，归鸟乘风远飞，我这已在原地。只见思念化天际，袅然花已芬芳，寒风影自下。问君可有识得他？
放纵。趁年华为散尽，摘得不容与共。蓦然还是绕心中。莫愁，大君，你跟夏妾在一起，还想着莫愁？莫愁，爱妃都是布谷的女人。布谷不仅要女人，布谷还坐拥着楚国山河。布谷一个都不能少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大军，是跟你说一早回话吗？是。大军怎么还不提身？这战机不等人呢。大君，你醒了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大君昨日醉酒，昏昏入睡，如今快到未时了。为什么不叫醒布谷？大君睡得如此香甜，夏妾怎好打扰？屈原来过了吗？母仪，母仪。大军，屈原来了吗？屈左徒和大司马天没亮就来了，现在还在外面候着呢。快，劝他们进来。喂。屈原参见大军。屈卿昨日所言有理，巴蜀乃我楚国之战略要地，绝不可失。大军英明。屈盖听令。末将在。着你火速带5万大军驰援巴蜀，不得有误。末将领命。
去来复习，寿命不减，生难过隙，深谷难行，刚毅之心，绿叶素容，又一夕。好久没有听到爱妻如此曼妙的琴声了。君子最近忙于政事，哪还有闲听陛下弹琴？大军终于答应发兵了，我也算是舒了一口气。如今六国伐秦在即，楚国却边患不断。我也担心此事，可眼下边患已然存在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对了，莫愁姑娘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她还被困在冷宫之中。陛下，我出征了以后，你替我多看看她。君子尽可。都说这楚国如何富强，以寡人看来，比齐国也强不了多少嘛。你瞧这城墙，连临淄城墙的一半高都没有。齐王，一国之富强，不在城墙之高，而在仓廪之深，兵戈之锐。照这么说，燕国的兵戈很锋利喽？燕王是否记得我齐国军师孙膑率军攻略贵国易水之事？寡人只记得，当时韩、赵、魏三国一师从西邑攻打贵国，贵国攻我燕国不得，反而自损其兵。往事不堪回首啊！对了，孙膑号称是鬼谷子的高徒，兵圣孙武的后人，如今不也生死未卜吗？布谷率楚国重臣攻迎五国义师，恭迎五国义师。楚王有礼了。请。去。娘娘，听说齐王已经到楚国了。哦，那本宫理应要去会会喽。
的看清楚了，绝对不会错。这个田忌果然有鬼。你马上准备准备，我要立刻进宫。喂，田姬拜见大王。美人，来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呀！美人啊，这几年没见，你是越发的美艳动人了。来，让本王好好瞧瞧。哎呀，美人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寡人这几年在临淄，没有一天不想着你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没什么，这是我自己不小心抓伤的。抓伤？这是鞭痕吧？是熊怀打的？岂有此理！熊怀竟然对你做这样的事情！大王，田忌这几年在郢都受尽了楚王的凌辱，楚王他根本就不把田忌当人看，只要稍有不开心，就拿田忌出气。这些鞭痕都算是好的了。这田忌的命好苦啊！
拜见大君。说，去了哪里？听童，你先下去。喂，夏妾出宫，去见了齐王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亏得布谷平日里这般宠爱你，你身为布谷的妃子，竟然擅自出宫夜会齐王。求大君赐死夏妾吧，夏妾宁愿去死，亦不愿再受如此屈辱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其实，夏妾的母亲早就被齐王扣在了宫中。刚才那齐王就是以母亲作为人质，逼夏妾出宫相见。你母亲？慢慢说。夏妾原本出生在齐国的一个商贾之家，生活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，但是一家人在一起也算是衣食无忧。然而没有想到，有一天齐王他看上了我的母亲，他不仅强占我的母亲，还把我的父亲发配充军。父亲不堪屈辱和折磨，活活病死在军中。田辟疆简直是禽兽不如！齐王霸占我的母亲以后，他还不肯罢休，他居然还想轻薄夏妾。什么？可是夏妾宁可死也不肯从了他。有次他欲轻薄夏妾，夏妾当即咬舌自尽。齐王无奈，最终在苏秦大人的建议之下，把夏妾送往了楚国。刚才他又想轻薄夏妾，幸好夏妾以大军的威仪威胁他，这才得以脱身。这个田辟疆还把我楚国放在眼里吗？夏妾让大军蒙羞，求大军杀了夏妾吧。爱妃，爱妃，是布谷错怪你了。可是这些事你为何不早点告诉布谷？布谷若是早知道，早就替你去找那个田辟疆算账了。田辟疆这般欺凌你，布谷不会放过他的。大君，夏妾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女子，不值得大君为此与齐王不睦。若是耽误了齐楚联盟的大计，夏妾的罪过就大了。联盟？哼！与田辟疆这种无耻之徒为伍，简直是布谷的耻辱。想不到大君待莫愁姑娘还真是不薄。干什么呢？这位是屈佐图的夫人，昭令尹的女儿。如此说话，你活腻了是不是？拜见屈夫人。免礼，快把门打开。屈夫人，您别为难小的，小的可不敢开这门啊。
屈原参见大君。大君宣屈原前来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屈青，布谷跟你说过，合纵长之位，此时你可有主意了？大君，爱妃，你先下去吧。布谷跟屈青有话要说。喂。苏相，楚王可是志在拿下这合纵长之位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办法才是？只要六国合纵齐心抗秦，这合纵长之位并不是那么重要。既然楚王那么想做这个合纵长，让他做便是了。可是苏相，谁当上了合纵长，谁就可以号令六国群雄。我们大王千里迢迢从齐国赶到楚国，帮楚王对付秦国。如果让楚王占了这合纵长之位，为他人做了嫁衣不说，我们又部署了这么久，大王他能咽下这口气？而且楚王无德，楚国自屈伯庸死后，又无能征善战之人。如果让楚王来号令六国军事，恐怕会让庸才误了如此难得的伐秦良机。此番六国合纵抗秦，乃千载难逢之大计，只许成功，容不得有半点差池啊！好，六国之首，我齐国当仁不让。苏相，临淄一别，屈原甚是挂念。遥想上次，你我二人还在为齐楚联盟之事到处奔走。今日重逢，六国已然合纵成功，天下之事变幻莫测呀！变幻莫测，恐怕一切早已在屈左图的掌控之中吧。苏相以谋略著称，屈原怎敢和您相比啊？哎，你我各为其主，恐怕不得不比呀。哦，苏相今日所言，为何云来雾去啊？明天六国会盟，这合纵长之职，楚王想必是志在必得吧？苏相，这是大王们的事情，咱们做臣子的就别掺和。
屈左图所言极是。不过这六国合纵，总不能群龙无首吧？苏相今日来看屈原，是想让齐王做合纵长吧？啊，不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没关系，就算有，也是情理之中的。谁不想做这个合纵长呢？号令天下，何等威风！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能号令天下的，恐怕也只有齐国了吧？哎，屈左图误会了，我们齐国可从来没有这个想法。当真没有？当然没有了。如此便好，如此便好。来，苏相，请。祈天下太平，和亲海晏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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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雨冬，更迭难休。草与木，生与水，问美人依旧。流言四季的风，撩拨清晨一梦。问天可否为民心而见证？骤雨倾，梅雨楼，颠倒众生。赤与蓝，灰与真，难图芳心。何故逆流而上？何为孤芳自赏？无人知晓故乡，变他乡。乱世而不去，谁可解君意？云游而远去，心却系故里。应以距离扫别愁，醉一时跑过春秋。奈何长路漫漫，上下难求，爱民生计多忧。长夜距离扫别愁，叹一生知己难留。心之所向无悔，终
给后